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浩盯着手机屏幕，高中同学群里突然炸开了锅。王磊发了一条长消息：各位老同学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毕业10年了。我想组织一次特别的聚会，地点在云雾山度假村，为期3天2夜。张俊第一个回复：磊哥威武。什么时候？王磊继续发消息，时间是下个周末，人均费用6万元，包含住宿、餐饮和所有活动项目。林浩看到这个数字时，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。他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程序员，月薪8000，房租就要3000，6万元对他来说相当于大半年的积蓄。李雪在群里问：6万这么贵吗？王磊回复：这是高端度假村，环境绝佳，服务一流，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难得聚一次，就要玩得尽兴。张俊立即表态：没问题，磊哥安排的肯定错不了。小美也发了个点赞的表情。林浩看着群里一个个同学都在响应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记得王磊高中时家境一般，甚至比自己还要困难一些，现在居然能组织如此昂贵的聚会，看来这些年发达了。林浩的手指在键盘上停留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发言。第二天上班路上，林浩一直在想这件事。6万元不是小数目，但如果不去，会不会被同学们看不起？毕竟大家都答应了，只有自己缺席，显得多扎眼。中午吃饭时，林浩忍不住给最要好的同学李雪打了电话：雪儿，你真的要去吗？还在考虑。李雪的声音有些犹豫，6万确实太贵了，但磊哥说是10年聚会，很有纪念意义。你觉得这个价格正常吗？我查了一下，云雾山度假村确实是5星级的，但即使最贵的总统套房3天2夜也不至于这么贵。林浩听了更加疑惑：那你还去？磊哥说费用里包含了很多特殊安排，比如私人定制的活动项目什么的。李雪停顿了一下：而且大家都去，我不去的话。林浩明白他的意思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浩更加纠结了。下午，他在网上搜索云雾山度假村的信息。这家度假村位置相当偏僻，距离最近的城镇都要2个小时车程。网上的评价也很少，只有寥寥几条，都是一些很官方的介绍。林浩觉得有些奇怪，一家5星级度假村，按理说应该有很多游客评价才对。晚上回到家，林浩坐在电脑前，手指在键盘上徘徊。群里的讨论还在继续。王磊发了度假村的照片，看起来确实很豪华。各位，我已经预定了，下周5晚上6点在度假村集合，记得带好行李。还有，王磊停顿了一下，把手机充好电，那里信号不太好。林浩看到这句话，心里更加不安了。信号不好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什么地方会没有信号？他想起了一部恐怖电影，一群人被困在偏僻的地方，手机没有信号，无法求救。林浩摇摇头，觉得自己想多了。王磊是同学，不是陌生人，怎么可能有什么恶意？可是6万元的费用实在太高了。林浩想起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，心里一阵酸涩。他决定再观察几天。第二天，林浩上班时心不在焉，写代码时出了好几个低级错误。同事小刘问他：怎么了？看你魂不守舍的。没什么，就是同学聚会的事。聚会不是好事吗？你这表情像是要上刑场。林浩苦笑，费用太高了，6万元。小刘吃惊地瞪大眼睛：6万？
你们同学是去太空旅游吗？就是去一个度假村，3天2夜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我去马尔代夫都没花这么多钱。小刘摇摇头。你们同学都是富豪吗？林浩想起高中时的同学们，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，不是，所以我觉得奇怪。那就别去呗，省下6万元能做多少事？小刘的话让林浩心里稍微轻松了一些。中午时分，林浩收到李雪的微信：林浩，我决定不去了。林浩立即回复：为什么？我昨天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这次聚会很奇怪。磊哥从来没有说过具体的活动安排，只是一直强调费用和地点。我也觉得不对劲，而且我去查了一下，云雾山度假村的官网做得很简陋，连详细的房间信息都没有。李雪发来几张截图，确实如她所说，网站看起来很业余。我联系了度假村，想询问具体的服务项目，对方说一切都由王磊安排，他们不能透露。林浩越听越觉得蹊跷，你觉得磊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下午，林浩试图在群里询问具体的活动安排，磊哥，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聚会的项目？6万元的费用都包含什么？王磊回复得很快：林浩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让大家玩得开心。具体安排，我想保留一些惊喜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张俊在群里起哄，就是磊哥办事你还不放心？林浩感到一阵无力，他私信王磊：磊哥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王磊回复：林浩，这个费用是固定的，度假村那边不能改。你要是实在困难，我可以先垫付，回来再慢慢还。林浩看到这个回复，心情更加复杂。王磊确实表现得像一个好同学，但这种过度的热情让人觉得不自然。晚上，林浩给父母打电话：爸，你觉得同学聚会花6万元正常吗？6万？父亲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你疯了吗？这么多钱能做什么不好？非要去聚会，就是觉得不好意思。同学们都去。儿子，母亲接过电话，钱是自己的，别人怎么想不重要。再说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钱就看不起你。父母的话让林浩的心里踏实了很多。第3天，林浩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去不了了，最近工作太忙。王磊立即私信他：林浩，工作可以推一推，同学聚会10年难得一次，真的走不开，你们玩得开心就好。王磊似乎不想放弃：这样吧，费用我来出，你一定要来。林浩被这种执着搞得更加疑惑，为什么王磊这么坚持要所有人都参加？磊哥，真的谢谢你，但我确实有事。王磊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回复：好吧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林浩看着这条回复，总觉得话里有话。周五下午，群里的气氛很热烈，同学们开始发自己的行李照片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张俊发了一张装满名牌衣服的行李箱照片，准备去度假喽。小美也发了自己的自拍，期待见到大家。林浩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他确实想念同学们；另一方面，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安。晚上6点，王磊在群里发了一张度假村大门的照片。大家都到了吗？准备开始我们的聚会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群里很热闹，同学们发着各种照片，房间、餐厅、夜景。林浩看着这些照片，觉得度假村确实很豪华，也许是自己多虑了。晚上10点左右，
群里的消息开始减少。林浩想着同学们可能累了，早点休息也正常。他洗漱完毕，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临睡前，他看了一眼手机，群里一片安静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林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同学群，群里依然一片沉默。林浩觉得有些奇怪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大家聚会时通常会很兴奋，不停地发照片和消息，特别是张俊，这个人最爱炫耀，怎么可能一夜不发消息？林浩试着私信李雪：醒了吗？昨晚玩得怎么样？消息发出去后，一直显示未读。他又试着联系其他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，都没有回应。林浩有点担心了，也许是山里信号不好。王磊之前确实说过这一点，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山里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信号吧。上午9点，林浩上班时还在想这件事。他用办公室的网络搜索云雾山的相关信息，想了解那里的通信情况。搜索结果很少，而且大多是一些官方的旅游介绍，没有游客的真实体验分享。这让林浩更加觉得奇怪。现在的人出去旅游，谁不发朋友圈、写游记？一个度假村怎么可能网上几乎没有真实的用户评价？中午休息时，林浩给王磊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没人接听。他又试着给张俊打电话，结果一样。林浩的心开始不安起来。下午，他借口身体不适，提前下班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林浩一直刷新着同学群，希望看到有人发消息。一直到晚上，群里依然死一般的安静。林浩想起昨天晚上10点左右，大家还在发消息，之后就突然沉默了。这种情况实在太不正常了。晚上8点，林浩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决定报警。警官，我想报一个案。什么事？我的同学们昨天去度假村聚会，今天一整天都联系不上，我担心他们出了什么意外。接电话的警官听起来很年轻，多长时间联系不上了？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，已经20多个小时了。这个时间还不算太长，也许他们玩得比较尽兴，忘了看手机。但是一共15个人，不可能全都不看手机吧？林浩的声音有些急躁：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会关注这个情况。如果明天还联系不上，你再来报案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浩更加焦虑了。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脑子里想着各种可能性。最坏的情况是什么？出车祸、食物中毒，还是遇到了什么意外？林浩越想越害怕。如果自己当时也去了，现在是不是也联系不上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夜深了，林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他不停地查看手机，希望突然收到同学们的消息。凌晨2点，群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林浩想起王磊最后发的那句话：准备开始我们的聚会。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竟然有些诡异。第3天早上，林浩醒来后，第一时间查看手机。同学群里依然一片死寂，他开始一个个的拨打同学们的电话。王磊、张俊、李雪、小美，所有人的电话不是无法接通，就是无人接听。林浩彻底慌了，他立即请假，准备去警察局报案。在去警察局的路上，林浩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看到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林浩的心跳加速。喂，请问是林浩先生吗？是的，您是？我是云雾山派出所的民警，关于您同学聚会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和您谈谈。林浩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出什么事了？
您方便到派出所来一趟吗？这件事比较复杂，电话里不方便说。林浩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。我的同学们，他们怎么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林先生，您可能是这次聚会的唯一幸存者。林浩感到天旋地转，差点站不稳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幸存者？具体情况我们见面再说。您现在过来可以吗？我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浩的手抖得厉害，几乎拿不稳手机。幸存者这个词意味着什么？难道其他同学都？林浩不敢往下想，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云雾山派出所。一路上，林浩的脑子一片混乱，各种猜测和恐惧交织在一起。车子在山路上颠簸，林浩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。2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停在了云雾山派出所门前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派出所。您是林浩先生吧？一个中年警官迎了上来。是的，我的同学们到底怎么了？警官的表情很沉重。请坐，我慢慢跟您说。林浩坐下后，紧紧握着双手，等待着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答案。警察说出的真相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这个结果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。警官给林浩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坐到他对面。林先生，您的15位同学昨天晚上在度假村全部遇难了。林浩手中的水杯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遇难？怎么可能？他们好好的去度假，怎么会？这不是意外。警官的话让林浩更加震惊。有人故意杀害了他们。林浩感到大脑一片空白，嘴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。凶手是谁？他艰难地问出这句话。王磊。林浩瞪大了眼睛。王磊？他不是组织者吗？他怎么可能？王磊也死了。这是一起自杀式的报复杀人案。警官拿出一份文件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王磊留下的遗书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作案动机和过程。林浩的手颤抖着接过文件，遗书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头皮发麻。10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林先生，您能告诉我，您的高中班级是否存在校园霸凌的情况？警官问道。林浩努力回忆着高中时期的事情。霸凌？根据王磊的遗书，他认为班上的同学长期霸凌他，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。林浩想起了一些零碎的画面。王磊确实经常被一些同学欺负，大家会嘲笑他的穿着，故意不跟他一起吃饭，有时候还会恶作剧。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开玩笑，没人当真。我们发现，王磊花了整整3年时间策划这次聚会。警官继续说道，他专门租下了那个度假村，然后改造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。密闭空间？他在度假村的通风系统里安装了有毒气体释放装置，昨天晚上10点左右启动，所有人都在睡梦中中毒身亡。林浩想起昨天晚上10点，同学群里突然安静下来。原来那个时候，他感到一阵恶心，跑到垃圾桶旁边吐了起来。警官给他递了纸巾。林先生，您还好吗？林浩擦了擦嘴，脸色苍白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王磊的遗书里写道，他认为这些同学毁了他的青春，让他无法正常生活。他说，6万元的聚会费用是他给每个人罪行的定价。林浩想起王磊坚持要所有人都参加聚会的执着，现在看来竟然如此恐怖。那他自己呢？王磊也在现场死亡，他在释放毒气后也选择了自杀。警官停顿了一下，他在遗书最后写道，这是我给自己和他们的解脱。林浩颤抖着问，
如果我当时也去了，你也会死。警官直接回答。王磊的计划是不留活口。林浩想到这里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困难，如果不是因为内心的疑虑，他现在也已经……林先生，我们需要您配合调查，了解一下当年班级的具体情况。林浩点点头，但脑子里还是一团混乱。那个在高中时期看起来内向弱小的王磊，竟然变成了杀死15个同学的凶手，而自己竟然因为一个偶然的决定逃过了死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浩配合警方调查，详细回忆高中时期的各种情况。在警方的询问下，一些几乎被遗忘的细节重新浮现在林浩的脑海里。您还记得王磊在班上的具体遭遇吗？林浩闭上眼睛，努力回忆。他经常被张俊他们取外号，叫他雷子或者小磊磊，语气很轻蔑。还有吗？有一次，张俊把王磊的书包扔到了教学楼楼顶，王磊找了很久才找到，里面的书都湿了。当时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林浩的声音很小，但我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帮他。警官记录着这些细节。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食堂里，大家都不愿意和王磊坐一桌，说他身上有味道。其实王磊很爱干净，只是衣服比较旧。班级活动呢？每次班级活动，王磊总是被排斥在外。比如春游的时候，没人愿意和他一组。最后老师只好把他安排到其他组里。林浩说着说着，心里越来越难受。您当时为什么不帮助他？这个问题让林浩沉默了很久。我也不知道，他最终说道。也许是害怕自己也被孤立，也许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，不值得去管。您觉得王磊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？他看起来很孤独，经常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，有时候我会看到他眼睛红红的，好像哭过。林浩想起王磊那双总是充满委屈和愤怒的眼睛，那时候的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，那个内向的男孩心里积累着多大的痛苦和仇恨？林先生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王磊高中毕业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一直在接受治疗。抑郁症？是的，他的病历显示，他对高中时期的经历有很强烈的创伤反应。医生建议他换环境生活，但他一直无法走出阴霾。警官拿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王磊近几年的就医记录。他多次向医生表达过报复的想法。林浩看着这些记录，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原来这些年来，当大家都在忙着工作、恋爱、生活的时候，王磊一直沉浸在高中时期的痛苦中。他是怎么找到大家联系方式的？王磊花了2年时间，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所有同学的信息。他甚至制作了一份详细的档案，记录着每个人的现状。警官给林浩看了王磊制作的档案，里面有每个同学的照片、工作、住址，甚至连性格特点都写得很详细。林浩看到自己的那一页时，发现王磊写道：林浩，旁观者，懦弱但善良。旁观者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林浩的心。是的，自己确实是个旁观者。当王磊被欺负的时候，自己选择了沉默；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自己选择了逃避。也许在王磊的心里，旁观者和霸凌者同样可恨。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？林浩问道。根据心理专家的分析，王磊的心理已经严重扭曲。他认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解脱，同时也要让那些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。林浩想起王磊在群里的热情和坚持，
原来那背后隐藏着如此深的恶意，他为什么没有把您列入报复名单？林浩看着档案上关于自己的评价，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我虽然是旁观者，但没有直接伤害过他，很可能是这样。警官点点头，王磊的报复目标很明确，主要是那些直接霸凌过他的同学。调查结束后，林浩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上的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。但林浩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，15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。张俊、李雪、小美，这些熟悉的名字现在都成了墓碑上的文字，而自己竟然成了这场悲剧的唯一幸存者。回到家后，林浩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同学群里最后的那些消息，那些充满期待和兴奋的话语，现在读起来如此讽刺。他们以为去参加一个快乐的聚会，却不知道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死亡陷阱。林浩想起王磊在群里的最后一句话：准备开始我们的聚会。原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准备开始我的复仇。林浩关闭了电脑，坐在黑暗的房间里，他想哭，但眼泪却流不出来。15条生命的重量压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如果当时自己勇敢一点，如果当时自己站出来保护王磊，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。夜深了，林浩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同学们的笑脸。他们现在都在哪里？天堂还是地狱？王磊呢？他得到他想要的解脱了吗？林浩睁开眼睛，望着天花板，他知道这件事将伴随他一生，不是作为幸运的幸存者，而是作为一个懦弱的旁观者。第二天，林浩去参加了同学们的葬礼，15个棺材并排放着，场面震撼而悲伤，同学们的家属都哭成了泪人。林浩站在人群中，感到深深的愧疚。李雪的母亲握着林浩的手说：小林，雪儿生前经常提到你，说你是个好孩子。林浩听了这话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如果自己真是个好孩子，为什么当年没有保护那个需要帮助的同学？葬礼结束后，林浩独自去了王磊的坟前。王磊的墓碑很简单，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。林浩在墓前站了很久，想对王磊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有些话说了也无法挽回任何东西。从墓地回来后，林浩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用余生去弥补曾经的过错。林浩辞去了程序员的工作，开始关注校园霸凌问题。他成为了一名志愿者，经常去学校做讲座，向学生们讲述校园霸凌的危害。他会告诉孩子们，一句恶毒的话语，一次恶意的排斥，都可能在别人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他也会告诉那些旁观者，沉默就是共谋，漠视就是纵容。每当看到有学生被孤立或者欺负的时候，林浩都会想起王磊那个孤独的身影，那双充满委屈的眼睛，那些被压抑的愤怒和仇恨。如果当年有人伸出援手，如果当年有人说句公道话，也许一切都会不同。1年后，林浩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，寄件人是一个叫小明的中学生。信里写道：林老师，谢谢您的讲座。我之前也经常被同学欺负，想过很多可怕的事情。听了您的话，我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。现在我已经和几个同学成为了朋友，他们都愿意保护我。林浩看着这封信，眼眶湿润了。也许这就是他能为王磊，为那些逝去的同学们做的事情，让悲剧不再重演，让更多的人免受校园霸凌的伤害。夜晚，林浩站在窗前，
望着远山的方向，那里有他永远无法忘记的15个同学，还有一个用极端方式寻求解脱的王磊。对不起，林浩轻声说道。这句话他欠了10年，也许永远都还不清了，但他会用余生去尝试，去弥补，去改变。这是一个幸存者的责任，也是一个旁观者的救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